宅家实验室，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我最近折腾的大玩具——全固态畅网4盘位掌上 NAS。别看它小小一台，它不仅塞进了32GB 内存，2块2TB SSD， 速度快到飞起，还用4大神技重构了全家人的数字生活。从全家共享宝宝成长云相册，到全系统支持的远程登录工具，从银行级密码云保险库，到24小时云盘下载机，全程自建，拒绝付费。今天的视频主要包括简单的装机、4大神技的介绍和花费与总结。这是 NAS 拆机全家福，这个方形的大盒子是主机，插口从左到右是电源插口，2个 2.5G 的网口，2个 USB 3.2 Type-A 接口，2个 HDMI 2.0 接口，支持输出2个4QT 60赫兹显示器，再加上一个电源按键。顶部是4个 M.2 NVA 2280 SSD 插槽，风扇和固定用到的螺丝，还有 M2 硬盘导热条。后面是5安电源，右边是主机的盖子。最右边这分别是2个 2TB SSD、32G BDDR5 内存条、黑群晖引导 U 盘、USB 外接硬盘 2TB 和256GB 的，加上一个 USB 扩展线。先转开这些个螺丝，一共8个。打开 4M2 背板，小心别把这个根线拽断了。下面有个背板托架，看到了主板，这是内存插槽，插入内存条，手指按下，咔嚓，好了。合上背板和支架，转上螺丝，装上2根 SSD， 安装上顶盖，是滚珠设计，对准往下按就好了，机子就装好了。看下机身，金属构造，感觉还是很扎实的。插上所有外接的线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是放在客厅一个钉在墙上的架子上的，和路由器放一起。接下来展示一下群晖系统的界面，系统安装就不展示了。那大家输入这个 NAS 的登录地址、IP 地址和5001，然后我们就开始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进入到桌面了。要演示的几个服务都在这里 ：Synology、百度网盘、Vault Warden、Rustdesk 服务器都在这儿。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应用，点一下外侧又返回了桌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系统的配置 ，Control Panel 里面来看看。点击信息中心，这个是 NAS 名字和版本号、内存，然后这是2个硬盘。点击这个图标展示系统监控信息，这是2个网孔、CPU 和内存利用率，这是上传和下载速度。接下来我们看全家共享相册功能，点击 Photos， 这是我手机里的所有相片，可以自动同步到服务器备份。这是我的全家共享相册，前2个都是宝宝相关的。点击第一个进去看看，这是这个相册的所有用户，都是家人，他们可以登录自己单独的账号去分享和查看照片或者视频。每个照片还会显示是哪个用户上传的照片。瞧，这是用户名，还可以定义用户的权限，比如只有查看权限，全家可以一起欢乐地见证宝宝的成长。接下来是高频使用的手机端，这是软件图标，点进去，这是你手机里的图片备份。点击相册，打开第一个共享相册，点击添加 Upload， 选择手机里的照片上传，家人的手机里马上就看到了刚分享的照片，告别了在微信群里反复发送原图的繁琐，也是一个很好的照片整理工具。此外，还可以给相片进行备注和快速搜索，比如打开这个北美小红雀的照片，点击感叹号，照片给5星评分，然后备注上北美小红雀，完成。再回到主界面，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搜索到这个照片，点击搜索，输入北美，看这个鸟的照片就出来了。可以给常用的身份证、驾照加上备注，要用的时候一搜就出来了。最后是体验的升华，电视端，当全家人聚在客厅，通过电视大屏幕一起回顾孩子的成长点滴，这种幸福感和私密性是任何公有云服务都无法比拟的。从上传、整理到多端共享，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效率。但说到底，
我们折腾这些硬件，搭建这么复杂的系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的就是能够随时随地毫无障碍的重温和分享那些无法复制的鲜活的瞬间。它可能是一张照片，也可能是一段视频。比如前些日子我在家门口拍的几个小动物，让我笑了一整天的画面。你瞅啥？瞅你咋的？看到了吗？把这样一个纯粹快乐的片段，从我手机的小屏幕无缝的流转到全家人共享的大屏幕上。整个过程我没有进行任何格式转换、文件传输或者 U 盘拷贝的繁琐操作，我所做的仅仅是在手机上按下一个上传。这就是技术带给生活的温度，它让我们能更专注于记录和分享快乐本身，而不是被工具所束缚。这也是我心中效率的终极形态。好了，在感受了这份家庭中枢的温度之后，让我们回到效率的本身，来看一看这台 NAS 是如何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空间的无限延伸。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下方留言告诉我。解决了内部共享，我们来看如何高效的连接外部。远程访问是效率人士的刚需，但很多人都遇到过 TeamViewer 的商业用途弹窗。我的解决方案是 ROSDesk。同样，我们在 NS 的 Docker 里私有化部署它的服务器。Windows 系统里打开 ROSDisk， 可以看到我连接过一台 Windows 和2台 Mac， 点击就可以快速的链接这台在办公室的 Windows 电脑。登入看看，瞧速度非常的快，丝滑程度超过 TeamViewer， 支持粘贴板的远程系统共享，很方便。实话，文件共享稍微比 TeamViewer 麻烦一点点，要在这儿再打开一个文件传输的界面，在这儿发送或者接收文件。TeamViewer 则是可以在2个电脑窗口间直接移动文件。希望下一个 ROSDisk 版本的跟新能变得更方便吧。通过自建服务器，我们彻底摆脱了所有限制，连接速度和稳定性只取决于你自己的网络。数据100%经过自己的设备，安全、稳定，而且完全免费，这是对生产力工具最极致的掌控。掌控的不仅是访问，更是安全。Bitwarden 是广受推荐和欢迎的密码管理器，将它私有化部署在 NAS 上，意味着你亲手为自己最重要的数字资产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诺克斯堡。你的密码、银行卡信息不再托管于任何第三方公司，而是存在于你亲自管理的硬盘里，配合浏览器和手机 APP 实现无缝的自动填充，安全与便捷在这里得到了统一。NAS 上部署的服务器名为 VaultWarden， 浏览器输入 Bitwarden 服务器地址，登入看到 Bitwarden 的界面。我的大部分银行卡的信息都在这里，彻底摆脱找不着卡的窘境了。同时还有 Android、iOS 和 PC 的 APP， 非常方便，也可以方便快捷的在家庭成员之间共享账号密码。有机会再做一期详细聊聊。最后，让我们的效率后台增加一位自动化助理。通过 Docker 安装百度云下载工具，你的 NAS 就变成了一台永不休息的下载机器人。点击百度网盘，进去找到想要下载的文件，点击下载，选择 NAS 的下载目录，开始下载了。到 NAS 文件管理器查看下载的文件吧。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好的资源，只需远程提交一个任务，家里的千兆带宽就会被充分利用。等你回到家，几十个 G 的高清素材或学习资料已经安静地躺在硬盘里了。这是对碎片化时间的极致利用，也是让工具为我们工作的典型范例。都看到这儿了，点个免费的赞吧。好了，我们今天从家庭相册一路聊到了远程访问、密码安全和自动化下载。这台 NAS 它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网络硬盘，它通过 Synology Photos 成为了家庭情感的连接中心，通过 ROSDesk 成为了你跨越空间的效率延伸，通过 Bitwarden 成为了你数字资产的守护要塞，通过离线下载成为了你7×24小时的自动化助理。当然，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实现这一切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又是否划算？
我们来算一笔账，这台畅网的4盘位主机大约是$130，两块2TB 的固态硬盘是$180，32G 内存$90，其他的是以前买的不算进来，硬件总投入总共约$400，这看起来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初期投资。但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些功能如果我们用市面上的订阅服务去实现，每年加起来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而 NAS 是一次性投入，买断的是未来数年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自由，没有续费焦虑。那么长期的持有成本呢？主要是电费。这台全固态 NAS 的功耗非常低，日常运行大概20瓦功率。按照我们这里的电价计算，一个月24小时不关机，电费开销大约也就是一杯奶茶钱$2左右。所以回到开始的问题，这笔投资值不值？对我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它用一杯奶茶的长期成本，换回了过去需要花费数百甚至数千元订阅费才能实现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无价的数据安全、隐私和家庭的便捷。它将我们过去分散、付费且充满顾虑的数字服务，统一收归到一个由我们自己完全掌控的效率后台中。但这就结束了吗？远远不止。还记得吗？我们在开头给这台 NAS 塞满了32GB 的内存。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运行的这些应用，可能连它一半的性能都还没用到。这巨大的性能冗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高阶玩法的大门，让这台 NAS 从一个效率中枢，真正有潜力进化成一个自动化创意中心。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利用 Docker 在上面部署像 N8N 这样的工作流自动化工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让 NAS 帮你自动监控特定网站的信息，一旦更新就通过 Telegram 通知你，或者它可以自动将你收到的特定邮件附件分类保存到 NAS 的指定文件夹，并创建一个待办事项。你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无需依赖任何第三方服务的 Zapier 或 IFT， 将你的工作流效率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维度。除此之外，富余的性能还允许你运行虚拟机 VM， 在上面装一个 Windows 或者 Linux 系统，把它变成一台可以随时远程访问的云电脑，或者搭建一个私有的代码仓库 Gitea， 甚至是一个更专业的影音媒体库 Jellyfin-Plex， 可能性是无穷的。这才是这台性能小钢炮最让我兴奋的地方。它不仅仅解决了当下的问题，更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不断去探索、去创造的平台。它的上限取决于你的想象力。所以我想把新的问题留给大家，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你认为这台32GB 内存的 NAS 最值得探索的下一个神级应用是什么？是 N8N 的自动化，还是虚拟机？或者你有更棒的想法？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脑洞，让我们一起把这台效率后台的潜力挖掘到极致。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